西德尼亚的骑士原作是咋完结的？这么问的你是不是没看剧场版呢？老样子先介绍一下，该作其实是由二平勉老师于2009年至2016年在讲谈社旗下的月刊 Afternoon 上连载的漫画作品。去年1月播出的大学海卡纳也是二平勉老师的作品。而西德尼亚的骑士的漫画原作共出了78话的内容，发行了15卷单行本。我们2014年至2015年看的2季 TV 动画版实际翻拍了大致漫画的前50话左右内容，对应关系如视频所示。而在2021年时所上映的剧场版《挚爱之心》正好翻拍了漫画从第62话之后一直到最终话的剧情。如果你是只看过 TV 动画版并且是伊扎娜的 CP 粉，估计你要失望了。无论剧场版还是漫画版的最后，男主长到最后都没有跟伊扎娜在一起。更搞的是，伊扎娜最后跟曾经爱慕过男主的女四号绿川邪成了一对夫妻，并且绿川邪还变性成了男人。不过动画版里面主要还是动画组太放飞自我了， TV 动画版的2季几乎是把原作主线剧情打散了，然后再进行了高度原创谱写的故事，所以省略了大量的主线与情感铺垫。今天我就当是给剧场版打一个补丁，讲一下主线故事的背景脉络，来方便大家更好的理解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其实故事的背景并不复杂，在几百年前，主角所在的这个飞船刚启程没多久，并朝着他们认为可以定居的星球飞去时，年轻时候的船长跟男主的爷爷熊皮妹子以及喜欢熊皮妹子的洛河都还曾只是普通的飞船的基层人员，他们互为好友，同时也是互为 CP 的关系。但是熊皮妹子的本体因为脑子中被外星包衣袭击，本体只能在生命维持装置中生存，一旦离开这个装置就会死，所以喜欢熊妹子的洛河就开始不断的研究完美的肉体，想要把熊妹子从束缚中解救出来。但是洛河也逐渐的对研究越发的痴狂，并高度的把自己改造成了一个机器人。直到在动画故事发生的100年前，在遭受外星生物袭击的时候，洛河使用了不成熟的技术，利用了外星生物奇驹子与人类融合的融合个体，想利用这个新型武器来对付外星生物，结果却造成了融合个体的暴走，还错使飞船对抗奇驹子的武器给扔到了宇宙里，拿不回来，造成了奇驹子入侵飞船内部，导致整个飞船的99%的人口因为这一次暴走事件而丧命。后来打败了外星人以后，洛河怕被处决，把飞船主资料信息全部剪切到了只有自己才能访问的数据库之中，气得飞船上的人把洛河大量记忆拷贝到了复制人洛河身上，本体则被消除了记忆关了起来。所以跟在船长身边的那个洛河其实是一个复制人，而一直在管理洛河的数据库的其实是由动画里那个操纵员第1名的奇神他们家族代代相传来管理。但不巧的是，奇神和自己的 CP 误入了洛河的实验室，遭到了洛河研制的血线虫的袭击，使得被关押的洛河意识附身在了奇神身上，后来才有了奇神闯入了包衣新白的实验室，并对研究人员用了血线虫拿走了包衣新白的卵子，研究出了动画里后来出现的新奇驹子与人的融合体白羽一绸。不过动画里没说的是，白羽一绸的成功让洛河看到了找到完美肉体的希望，于是洛河又研制出了第2个融合体比方，并且洛河想要把自己的意识转移到比方身上，结果比方因为发现了自己是包衣新白融合而诞生的，自我意识产生了矛盾而暴走了，差点造成了惨剧。不过好在又提前防备，并没有让事故扩大化。但后来洛河留了一手，他把比方身体的一部分研制出了第2个个体，并最终洛河成功的将意识转移到了这个新的比方的身上。洛河想法很简单，他就是想用这个完美的身体把阻止自己研究的人都给杀了，他来负责见证人类生命的延续，然后带走熊妹子，给熊妹子获得永生的身体。所以故事的最后，飞船找到了能定居的地方的时候，洛河一直来捣乱，但最后跟动画差不多，洛河直接就被男主给杀了。男主协助飞船击败了奇驹子的巢穴，让飞船找到了赖以生存的星球。男主也在众多的大战之中跟融合个体白羽一绸产生了感情，而最后牺牲自己保护男主的白羽一绸意识被研究人员转移到了由包衣新白做的人造人类的身上，最终绸和男主在新的行星定居，并生了一个女儿。而动画第2季疯狂跟男主撒糖的女2号伊扎娜之所以没有跟男主在一起，漫画里是有铺垫的。一开始伊扎娜跟喜欢男主绿川邪以及绸的蠕虫形态一起住进了男主家，相当于互相监督了啊，结果反而增进了这几个妹子之间的感情。另一方面，男主的后宫团后来又加入了一个高度机械化的妹子，叫噬谷地露露。本来这个露露是飞船上移居到雷姆星系居住的成员之一，不过后来雷姆星系遭到了奇驹子的袭击而毁灭，只有
露露被男主所救。后来露露也住到了男主家，男主活活给自己家凑出了一桌麻将，几个女人互相争风吃醋了很久。而在之前的几次大战的过程中，有次飞船遭到了袭击，绿川协差点因为没有绑好安全绳而摔死，是伊扎娜舍命当肉垫救下了绿川协，但这也导致伊扎娜有一段时间肉体都无法动弹，只能靠意识跟主角团他们交流。所以打这次之后，绿川协对伊扎娜的感情就不对劲了。在男主跟白羽一筹告白交往了以后，绿川协就直球的向伊扎娜表达了自己对伊扎娜的好感，所以在最后绿川协才变性成了男人，要跟伊扎娜走到一起。总之最后的剧情跟剧场版差不多，只不过剧场版把漫画只出现过几秒的配角的剧情被扩写了，还省略掉了露露的剧情以及骑神的剧情，但漫画和剧场版大方向上是一致的。男主选择和仇跟女儿在星球上定居，伊扎娜和绿川继续带着西德尼亚的飞船在宇宙中漂泊，寻找新的人类定居点。以上就是大致的西德尼亚骑士的原作完结的大致剧情，各位觉得结局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你的看法。你还想看哪部动漫的原作是咋完结的？本期视频点赞过1万，我就2天之内做出下期视频，望各位多多点赞，多多支持。